我最近经常在网络上听到有些人的一种观点：穷人沉迷多巴胺，富人追求内啡肽。意思是穷人更沉迷、更热衷于刷短视频、暴饮暴食、打游戏、观看色情片等眼前的快感，而富人则更能抵御诱惑，更喜欢做出长远的规划和行动，以满足更高阶的需求。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这一观点？我今天要为穷人说句话。首先，我发现在穷人和富人的各项对比之中，穷人总是更容易被贴上负面的标签，似乎穷就是原罪。其实单就人类所追求的需求而言，并不存在穷人富人之分，穷人同样也想要满足更高阶的需求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就把人类的需求归为5层：生理需求、安全需求、爱和归属感的社交需求、被尊重的需求、自我实现的需求。我想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一个衣食无忧、财富自由、拥有朋友、爱情、被人尊重、能实现自我价值的人。只是就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方面来说，穷人的能力确实是弱于富人。当下社会，我们似乎对穷人的恶意更深。我听过一个最讽刺的段子是这样说的：看到一个富人在吃青菜，我们会夸他在养生，而看到一个穷人在吃青菜，则会笑他寒酸。同时，穷人拥有更少的被动社交的机会。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句话：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也印证了这一点。相比富人，穷人似乎也更难获得尊重，因为根据现在的价值观，很多人会根据你的财富值来决定他对你的态度。那么是不是说明富人比穷人更幸福呢？其实富人不一定比穷人幸福，只是富人面临的困境比穷人要少，抗风险的能力更强。如一般情况，富人在人际中更容易被尊重，因为财富、自由的关系，他们也不需要为了工作而委曲求全、看人脸色等等。而穷人在生活中面临的困境更多，因此他们更容易选择通过刷短视频、打游戏或是观看色情片等能及时获得快感的方式来缓解负面情绪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奶头乐的理论？1995年，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一个集500多名政治、经济界精英的会议，与会者一致同意，在经济全球化、生产力大幅提高的背景下，80%的人会被边缘化。为了安抚这群被边缘化的人，以防他们与精英阶级发生冲突，有人提出奶头乐理论，就是通过开放网络色情、开发暴力网络游戏，制造无休止的口水战，消耗这群边缘人的精力，让他们安于现状，淡化他们的不满情绪。所以穷人并不是真正那么喜欢刷短视频、打游戏，只是他们的生活不如富人那么丰富多彩，一些高级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，在负面情绪的包裹下，更乐于去做那些低成本可以及时获得快感的活动。但是一个穷人想要翻身，必须减少对此类成瘾活动的依赖，因为他们消耗了你的精力，让你容易安于现状，除了获得短暂的快感，无法真正化解你的焦虑、迷茫、痛苦等负面情绪，无法让你提升自我，以应对这个竞争激烈的当下社会。希望大家尽快远离以沉迷色情片为代表的消极成瘾行为，以获得真正的幸福。同时希望大家多多点赞